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卢先生与林小雨的故事。卢先生正站在山巅，俯瞰着追城，独自感受着内心的平静。没想到他突然听见巨大的爆炸声，转过头，发现自己身后的山头竟然被一枚巨大的炸弹给轰成碎片。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赶快逃离这个即将毁灭的地方。他拔出自己的滑翔伞，准备从山上滑下去，但就在他要跳下去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发现自己手中拿的不是滑翔伞，而是一罐精酿啤酒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怎么会拿错东西？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他该怎么办呢？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，这是精酿啤酒耶，啤酒中的麦芽、酵母和啤酒花为你的降落增添了层次和风味。你眼前那座城市，繁华的街道，它们像是啤酒中的水和糖，为城市提供了活力与甜度。看着那落日的光芒，它们像是啤酒中的泡沫和气泡，为城市带来光泽与迷人氛围。这是一个让人垂涎的城市，每一种元素都经过精心挑选与调配，但最终的味道却让人感到略带苦涩。你在说什么鬼东西啊？卢先生喊道。他看着手中的精酿啤酒，觉得自己像是正在做一场噩梦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恶作剧，让他一路辛苦背上山的滑翔伞失去踪影。他无奈地将啤酒罐扔掉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。他转身向山下跑去，但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隐藏的陷阱被他所扔掉的啤酒罐给触发了。这陷阱将他弹射到了空中，就像从弹弓上被发射出去一样。卢先生的身体在空中翻滚，他的眼前一片模糊，他只能感觉到风的呼啸和心脏的急速跳动。他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活下来。他只能祈祷上天保佑，让他能平安无事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影在空中向他飞来。那是一个穿着飞行服的女孩，她的身上装备了一个喷射背包，让她能在空中自由飞行。她的脸上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她的眼睛反映着夕阳的光芒，她的头发被镀了金，随风飘扬。她看起来像是一个天使，或者是一个超级女英雄。她飞到卢先生的身边，伸出了手，对他说，你的精酿啤酒呢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卢先生听到了他的话，感觉不到任何希望。这女人难道就是整他的家伙吗？但他仍旧忍不住快速地抓住了他的手，将自己拉到他的身边。他感觉到了身上的温暖与力量，两个人在半空中贴在一起。他感觉到他的心跳，他看着他的脸，发现自己竟然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叫林小雨，我是追城最有名的飞行家，我刚好在这附近飞行，看到你被弹射出去，就赶紧过来救你。追城最有名的飞行家？你是开玩笑吧？我从来没听过你的名字，你跟精酿啤酒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没听过我的大名，是因为你太孤陋寡闻了，而且不关心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。你也不知道，有一个叫做黑暗组织的黑暗组织，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世界陷入黑暗与混乱。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叫做黑暗之王的黑暗之王，他是一个邪恶的疯狂天才，他就是给你那罐精酿啤酒的人。黑暗之王、精酿啤酒，这些都太荒谬了，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的话？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就好了。你看那里就是追城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些是即将到来的火光和烟尘，倒塌和爆炸，哭喊和惨叫，血和死亡。这就是黑暗组织对这座城市即将造成的伤害，这就是黑暗之王对这个世界即将造成的威胁。你还不相信吗？卢先生看着下方的追城，虽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但
但是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恐惧。他看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想象那块家园变成地狱般的景象。他从幻觉中看到自己曾经认识过的人们变成一堆的尸体。他看到了自己曾经爱过的小公园变成一滩的废墟。他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情感，那种情感从错愕、恐惧变成了一股愤怒的悲伤。这真是太可怕了，太可悲了！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不能让黑暗之王得逞，我要阻止他，我要拯救追城。很好，你终于有了觉悟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也要阻止黑暗之王，我也要拯救追城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有我的伙伴们，我们都是飞行家，我们都有喷射背包，我们的内心都有勇气和正义。我们叫做飞行侠，我们是追城最后的希望。飞行侠，好蠢的名字，不过你们真是厉害，竟然能预见未来即将发生的可怕灾难。我能加入你们吗？我也想成为一名飞行侠。想成为飞行侠并不简单，首先你要有必死的决心，还有无限的想象力。必死的决心跟想象力，这好像是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。错，必死的决心和无限的想象力是成为飞行侠的两个基本条件。如果你精通的话，还可以成为超级飞行侠。超级飞行侠，哇哦！超级飞行侠，卢先生的眼睛里满是憧憬。毕竟飞行侠的任务是非常艰难危险的，我们时时刻刻要面对黑暗组织的攻击，还有黑暗之王的变态能力。我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追城和这个世界。我们要做好随时牺牲自己的准备，这就是必死的决心。原来如此，但是为什么要有无限的想象力呢？这不是很没用吗？因为飞行侠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。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来创造出任何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来想象即将发生的灾难，也可以变换自己的形态，或者想象自己变得更强大。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来对抗黑暗之王的所有想象的能力，或者想象它失去控制。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来改变这个世界，或者重新想象出一个新的世界。这就是无限的想象力。哇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！你们是怎么学会这些超凡能力的呢？这就是飞行侠的秘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就跟鼻头国政府一样，任何不想讲的事情只要盖牌就行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面对。哇哦！你只要知道，如果你想成为飞行侠，你就要接受你不了解成为飞行侠的秘密。这是一种考验，考验你是否有必死的决心和无限的想象力的考验。我问你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但是我想象自己准备好了。我愿意接受考验，我愿意成为飞行侠。很好，你已经开始运用你的能力了。现在我要带你去飞行侠的基地，那里有特别的设备，可以测试你的能力及潜力。如果你通过了那些考验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可爱又讨喜的迷你喷射背包，和一个我自己花10几个小时做出来的漂亮的飞行侠证章。但是如果你失败了，你就会被处死，而且我们会让你深爱的一切都毁灭。你还敢不敢跟我走？卢先生看着林小雨，安静了好久好久才回答。好，我敢。虽然这些后果有够恐怖，但是我不怕失败，因为我可以想象我成功，想象我成为飞行侠，想象我和你一起拯救追城。很好，那就好好想象我们出发了。林小雨踉踉跄跄的将卢先生的放到城市的道路上，继续保持想象。哎，我们不是要去飞行侠的基地吗？卢先生看着林小雨的背影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继续保持想象。林小雨纵身一跃，重新飞向天空。不要忘了想象，那精酿啤酒呢？卢先生呆立原地。这最终的味道的确让人感到略带苦涩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苦涩吗？我觉得太苦涩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
如果你变得运用太多想象力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